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店家阿博。S12 全球总决赛的第一个阶段的抽签仪式是在昨天早上结束了，因为所有24支参赛队伍都已经确定，所以赔率也公布了。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各种各样的战队和选手盘点以及采访等环节了。而在此前不久，欧美网友又是投票评选了一波世界赛各个位置的选手排名，也可将其称之为欧美网友版本的20大选手排名的。但这次 LCK 的选手是全体遭了毒奶。欧美网友经常会在 Reddit 论坛上面讨论世界赛的相关话题，有的时候也会像 LPL 的论坛一样进行各种投票，但是欧美网友几乎每次的投票似乎都很偏爱 LCK 的选手，为此 LPL 观众已经见怪不怪，纷纷感谢欧美网友的帮助，为了 LPL 能夺冠，他们也是尽力了。就拿今年来说，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 T1 在 MSI 上被欧美网友捧上了天，赛前的排名几乎全都是第一。当时 LPL 观众最著名的一句话神评就是 T1 不夺冠似乎很难收场。小组赛结束之后的那个势头之下，赔率显示 RNG 已经排在第一了。MSI 开战之前赔率第一的是 T1， 但欧美网友还是尽力毒奶了，依然觉得 T1 的选手整体实力更强。而在今年 S12 抽签仪式结束后，欧美网友开始不遗余力地将毒奶之力给到新王基恩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各个位置的选手排名，其中上野位置 LPL 选手排名第一，分别是369和小天，而中下位置基恩都拿到了第一。基恩5个选手的排名分别是72111，上单位置排名最低。综合统计来说，还是欧美网友认可的最强队伍。GDG 的下路则不被看好，都排在第5名，中单列第4，打野排名第3。在这些排名中，有一些比较让人无法理解的点。首先，上单位置 Flander 的排名不如呼吸哥，不仅从选手名气、夏季赛交手还是状态对比来看， Flander 都不应该比 Breeze 低。再有就是辅助的排名 Lehens 名列第一， Missing 仅列第5，名比 Miko 排名高，都是 LPL 这边觉得不太合理的。然后就是超伟和 Kyriel 这2个投票高手型选手，基本上各种投票都没输过。综合评价来说，欧美观众如果票选 Top 20榜单的话，排名1-10的选手会是超伟、Ruler、369、宙斯、Viper、Knight、天、Pinot、Knavi 和 Lehens。 阿博认为，欧美观众在评选类似榜单的时候，会更加看重选手的名气和熟悉程度，因为看过其他赛区比赛的观众数量不会很多，所以很多时候就按照自己的印象流来投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欧美观众里面 LCK 吹的数量还是更多，因此欧美观众倒不是真的有意毒奶帮 LPL 什么的，但是的确每次他们的毒奶属性都非常严重，所以 LPL 观众都乐于看到这样的排名，也会开玩笑的表示他们为 LPL 夺冠真的尽力了。而关于 Top 20选手的排名，阿博认为今年有可能和去年一样不会进行评选，如果真评选的话，说实话还真挺难排的，不知道把谁放在第1名合适。主要是今年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成分特别严重的队伍或选手，如果 TS 夺冠，那可能小天会拿到第一，但 TS 没夺冠，而 GDG 是一支更加注重团队的队伍，看起来都不太适合拿第一，看起来只能让基恩的超伟或者 Ruler 排名第一。阿博认为给 Ruler 是比较合理的，因为之前是世界冠军 FMVP， 今年状态又非常好。相比之下，超伟因为只有1个联赛冠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Twinbee 这边在 S12 抽签过后，也是开启了自己的直播，并对 S12 的抽签表达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首先，对于分组而言，Twinbee 认为已经有3组的小组第一是可以确认的，分别是 B 组的 GDG、C 组的 TS 以及 D 组的 GN。 至于 A 组，这还不好说。 GDG 作为 LPL 的头号种子，想争个小组第一出线自然是可以的。至于滔博，以他们的实力，在这样一个天选之队，自然也是可以搏第一的。 GN 这边就不用说了， LCK 的头号种子，与 LCK 打过训练赛的 LPL 选手基本都在夸赞他们，直呼基恩是 LPL 最强力的对手。就Twinbee所言，基恩能零封 T1， 打出3-0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只能打个3-0，而是赛制只需要赢3场，
倘若需要赢5场才能晋级，那基恩绝对是5-0拿下比赛。可见基恩的实力在杜因比这边得到了肯定。即使RNG晋级 D 组，杜因比也认为小组第1必定会是基恩的。而对于入围赛这边，杜因比也是十分敢说，直言并不怕被开团，表示我觉得入围赛并没有什么意义。LPL 与 LCK 4号种子去肯定是晋级的，不要说什么状态不好，就算是选手换位置去打也能赢。就像我排位去打低端局就是虐菜。这一番话说完，弹幕也是坐不住了，都表示道理是有道理，但RNG要是输了不是很尴尬。而为了验证自己说的话，杜因比还表示大家可以看看入围赛的观赛人数。以往并不是说入围赛的时间大家没有空看，而是没有看点，也没有必要去看。谁能晋级，谁会出局，基本上看队伍名都能分辨出来。对于这种比赛，观众不想去看也可以理解，但是阿博还是想说，这次的入围赛还真有些不同。RNG 所在的分组有 DRX、MAD 以及 SGB， 都是可以切磋一下的。其次 ，RNG 本身就是流量的代名词，有他的比赛，即使是入围赛，也会有人去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希望他赢的想去看他晋级，不希望他赢的想去看他笑话，就是这么现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知名电竞解说管大笑也是评价了一下 RNG 的入围赛，表示这马德里雄狮不会又入围赛嘎了吧？管神在 LPL 一直都是反向预测的代名词，他所看好的队伍，他所夸赞的队伍，一般在比赛中都会拉垮，而他不看好的队伍，自然也是一路晋级。对于 RNG 所在的入围赛分区，管神直接奶了一波 MAD， 这要是真让他反向毒奶成功了， MAD 真晋级小组赛了，那 RNG 可就难了。因此在看到管泽元的评价后，不少粉丝开始调侃，那我们恭喜 MAD 进入小组赛，同时我们寄予厚望的 RNG 倒在了入围赛的阶段。而 RNG 的粉丝更是对此次的评价感到心慌，表示管泽元这是想跟余双阿姨闹。由此可见 LPL 的玩家还是深知管大笑金口的魅力的。而对于 RNG 晋级的希望，阿博认为只要不出太大纰漏， RNG 晋级是稳的。的确，在夏季赛的舞台上 RNG 实力出现了下滑，这不仅是选手个人状态的原因，版本的不适应也是一大问题。而在 S12 的 12.18 版本中，强势英雄是 RNG 所喜欢的，因此他们的纸面实力按理说会有一定的提升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晋级的希望也将再次大增。好了，大家觉得 RNG 晋级的希望有多大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